最近几天南海等周边海域局势可谓是格外糟糕。美国带着菲律宾连续进行大规模实弹演习，意图挑衅。同时，美军也在连续2天派出舰艇强闯我国领海。除了菲律宾这个近来小动作不少的国家之外，最近几年一向蠢蠢欲动的澳大利亚人也是动作频频。就比如奥库斯这个核潜艇计划，澳洲人就利用最近几个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澳大利亚方面呢，已经进一步确认，将在下一个10年里接装至少3艘美国海军的2手弗吉尼亚级核潜艇作为其核潜艇部队的起步装备，并在之后加入英美核潜艇联合研制计划，共同研制换代核潜艇，并且在本土建设核潜艇生产线，以拥有自己的造艇能力。而英美澳3国领导人也定下近期要在美国进一步磋商，来确定具体的奥克斯方案。应该说，澳大利亚人在核潜艇上跟着美国一条路走到黑的决心还是非常坚定的。但追随英美的同时，澳大利亚人似乎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对澳拥核的态度有一种奇特的幻想，觉得中国以及大部分东南亚国家反对奥库斯只是因为对其有所误解，只要解释清楚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所以澳大利亚方长积极的在打电话，试图解释他们的逻辑。按照澳方长自己的说法他在1周里打了60多个电话试图进行积极的沟通，但中国不愿意听他的解释，从没有接受过解释，也没有给过任何的回应澳大利亚人的言外之意无非是，如果澳海军装备核潜艇导致亚太局势进一步升级，那责任一定不在澳大利亚而在中国不接受解释，不理解他们的苦衷。其实不听他们的狡辩也挺正常的，毕竟你想想也知道澳方长会怎么解释他们要购买核潜艇，无非是澳大利亚经济运转依赖海运，要保证自己的海运安全，这种老生常谈，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笑的笑话澳大利亚为什么要买核潜艇？是因为他们要维护自己的海洋权益澳大利亚的海洋权益是什么呢？是出口铁矿石等原料的海运贸易线畅通这条贸易线的主要出口对象是谁呢？是澳大利亚到中国。那么这条航线的最主要威胁是谁呢？澳大利亚觉得是中国海军。如果说澳大利亚人这个买潜艇是为了维护澳大利亚的海权的理论是真心话，那背后的逻辑就变成了澳大利亚斥巨资买核潜艇，避免其向中国运输铁矿石与煤矿的航路受到中国海军的威胁。不是，我国海军是出了什么奇怪的问题，要威胁自己的航线安全当谁都是美国人那么喜欢内耗所以澳大利亚人的说法就显得格外的莫名其妙且站不住脚。那既然你站不住脚，我又为什么要花费时间给你回应呢？更何况澳大利亚这次侵犯的也不光是我国一方的利益，而是整个印太周边国家除了极少数美国盟友之外的所有国家的利益。最近这些国家都发表了大量的反对意见，怎么澳大利亚抱怨中国不听辩解，那澳大利亚人难道有听过马来西亚、印尼等东盟国家的关切吗？恶人先告状这种事情，你澳大利亚倒是学的和他们的英国父亲以及美国兄弟一样熟练其实澳大利亚为什么要折腾这一圈又是买美国的2手潜艇，又是要加入英美的下一代潜艇计划，搞联合研制，还要在本土建设核潜艇生产线，搞批量生产。奥库斯里面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线索，给英美核潜艇部署提供方便吧。按照3国的联合规划，下面几年英美将会逐渐增加在澳洲部署潜艇的数量，直到27年达到美国在澳大利亚部署40艘，英国部署1艘，总计5艘核潜艇的水平。要是让澳当局直接对民众公开说我们要让英美在澳洲北岸部署5艘核潜艇，将博斯港打造成外国核潜艇的前进基地，那么澳大利亚的民意肯定是不会接受的。但是现在澳大利亚要自己拥有乃至建设核潜艇了，英国人、美国人只是提前过来帮澳海军熟悉一下装备这一下子听上去就合理多了，对吧？也好接受多了。形象点说这是为了开一扇窗先砸了一堵墙，而澳军也将因此成为美国核潜艇在亚太乃至全球的唯一海外常驻基地。要知道，美国人虽然把核航母摆在了日本，但核潜艇可是从来只在日本做短期补给，不停靠，不做基地。太平洋方向的美国核潜艇除了西海岸外，都集中在夏威夷关岛。澳大利亚一来就打破了这一传统，背后没有足够的战略意义，美国人显然不可能做亏本生意。而战略利益自然就是南海。
美国海军长期以来对我军的战术都强调派遣潜艇渗透进入我国南海内，猎杀水面舰艇与弹道导弹核潜艇，同时动用巡航导弹执行对陆上战役目标的打击任务。而传统上，美国核潜艇都是从关岛和夏威夷出发，要从南海东侧的几个入口进入。这些入口随着我国反潜能力不断增强，正被逐渐封闭。这时候选择澳大利亚就好主意了呀！尽可以从南海南侧这个我军短期内没法封闭的大缺口进入南海搞攻势作战，退可更快的进入印度洋威胁航运。也正因如此，大家才对澳大利亚搞核潜艇的进化如此敏感。在国家安全受到的时候，没有人愿意听莫名其妙的解释。